大家好，今天又是暗黑二的视频。今天是给大家分享一下，我发现在秘法圣殿有一些可以快速通过各个区域的方法。小地图这里看得出来，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是传送过来的，但是我并没有通过中间这个长长的通道过来。那怎么样可以直接传送到这个位置？如果你可以稳定的每次都传送过来这里，就会省去一个从这个点跑回到中间传送点，然后再从这边下来的这个时间和路程。那传送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你是往右边传送，你可以开这个仓库的界面，就可以传送更远。那反过来也是一样，你可以开人物属性的界面，就可以传送过去。那我今天录的这个形式，就是在我34寸的显示器上面，你可以看到我屏幕最左边和最右边的这个位置。那其实直接传送的话，我鼠标拉到屏幕边缘也是过不去的。但是，一旦打开人物属性的这个或者说仓库的这个界面之后，就可以传送的过去。那往另外一个方向的话，就是打开人物属性的界面就可以传送过去。位置大概就是把鼠标移到屏幕的边缘，加上打开这个窗口之后的距离，就可以移动得到。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可以高度重复的过程。接下来就把剩下这一段打完，然后我们再打几个新的，看看这样会不会更快。但是我在路上平时这些路上传送的时候，我并不会用这个远距离传送的办法，因为秘法圣殿这里这些鬼魂的怪呢是有很高的，他们的掉落列表比较短，他们有很多东西是不掉的。它掉的东西里面就是首饰类的东西、宝石和符文，所以杀这些鬼魂的怪，你得到符文的几率会大一点，或者说你得到不是符文的东西的几率会小一点。好，我们就从头开始再来一次。我是传送这个第4幕的营地，然后传送点去秘法圣殿。我一般是从右上这条路开始打，这个没有什么规律，所以你从哪里开始打都行。有鬼魂、大量鬼魂怪的地方就打一下，没有的地方就能跳过就跳过。这里有超级箱子，所以我会带钥匙。然后，因为我是火蛇火球的配点，因为火蛇放下去，然后把箱子开了，这些鬼魂基本上就被雇佣兵和火蛇给打死了。有时候你还是要稍微移一下位置，保证这些鬼魂都在有地面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捷径，就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可以快速往下。基本上在我的这个显示器上，窗口模式就是把鼠标移到屏幕最下面这个边缘的位置就可以了，就可以传送过去。然后这样就省了一个跑回中间的时间。这次召唤师就在第2个位置，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第3个了。开红门，传送第4幕营地，然后退出重建。钥匙在商人那儿买12个基本上就够用了，因为开那些最后的宝箱的时候经常会出这种可以买的钥匙。当然打召唤师啊是为了打这种钥匙啊，这个憎恨的钥匙用来打红门用的。我这里是攒了18个30个施暴老头尼拉塞克的钥匙。
的设置就是右键传送，左键火球，这样基本上打这里的时候就左右键就可以解决了啊，键盘不需要按啥。这种无瑕的宝石还是挺多的。这里的鬼魂我打到过31和32号符，当然这个20几号的也都打到过，30在这儿没打过。这里直接往下过来。如果是邪恶地带的时候，这里出这种破免的板的几率还挺高的，因为这鬼魂怪可以掉板子。然后精英的怪就有几率掉破免的板子，所以这些鬼魂还是不应该跳过的，你能打就打。然后火球打还有个好处。这里就过来了。火球打还有个好处就是，它穿不透目标嘛，所以，这种还在路上飞的鬼魂就不太容易被你误伤打死。电法呀，或者是圣光弹打的时候呢，因为它可以穿过目标，有的时候这些鬼魂还在路上飞，没到有地面的地方，然后你这个技能过去就把它打死了，那它东西就不会掉在地上，你也就捡不到。这就是第4条路才是召唤师在的地方。一把钥匙。格子还有，可以再装一轮。台阶上是可以捡得到东西的，所以在台阶上的鬼魂也可以打。然后如果有强化，点技能应该一定会过路一点强化嘛。对吧？强化就给佣兵上一下，然后那他也可以打这些鬼魂的怪，鬼魂怪是雾面的。如果你有带庇护光环的、庇护所光环的武器，最好不要带，因为这些鬼魂可能会被你一直击退到平台外面去，那你就拿不到这个它掉落的东西了。
刚刚这种这里楼梯啊圆的，你可能就稍微要耐心一点，鼠标要指到很边缘的地方才可以传送到这个平台来。如果是这种尖的就容易一点，因为它靠得更近。2排钥匙。好，流程就是这么一个流程了，再给大家回顾一遍。我一般会往右上这个方向打，然后从上面过去。如果到头不是，从下面回来，把路上鬼魂怪清掉，然后在转角的这里往下面过到右下的这个平台上去，然后贴着右下靠上的这条路下去，到最终点，如果没有召唤师再回来，沿底下这条路回来的时候，到这个大的平台的角，然后开人物属性的那个界面，或者佣兵的界面也可以，这样就可以传送到这个平台。那在34寸3440×1440的显示器上，窗口模式游戏开1920×1080的分辨率。那开人物窗口的时候，开人物属性或者佣兵的窗口的时候，鼠标就大概要移到屏幕的边缘，就可以传送到这个平台上来，然后再沿着左下的这个平台下面这条路一路到底。如果还是没有召唤师的话，从上面这条路到最大的平台，然后鼠标移到屏幕的上边缘，基本上就会传送到右上这条路的下面的这个平台，然后可以再一路去最后到第4个平台。那左上这条路的左上这个区域的上面那条路，基本上我就从来没有走过，因为我都是从右上这个区域开始打。那第4个区域就是左上，所以左上这个角打完，肯定不会再走左上上面的这条路。再实战一遍，免得大家说我之前是运气好，每次就传送2次都可以过得去。哎，忘了清箱子。3吧。如果是邪恶地带的话，这种精英怪也可以顺手打一下，如果打起来不花什么时间的话。但是这些鬼魂怪打起来的话还挺快的。他们血很少，所以就即使是在雾免的情况下，给佣兵上一个强化，可以加多少？300到400，350到450的火焰伤害。这个佣兵敲几下也可以敲得死这些鬼魂，所以还是完全值得打。
像没用。再演示一次啊！这次希望能出个高服。就是出这个符文啊和板子的几率真的是挺高的，还有这宝石。
这样其实不用去中间节省很多时间，当然也就少杀了一点儿，有可能少杀了一点儿这种鬼魂的怪，各有取舍吧。剪辑的时候做了一下统计，就是召唤师出现在我的顺序里面4个平台的哪个平台上面。我这次录视频里一共打了10盘，其中有5盘是出现在4号平台上，有3盘出现在2号平台上，2盘出现在1号平台上，3号平台上疑似都没有出现过。当然10盘是一个很小的数据样本，这个只是我个人的打召唤师的一个顺序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去选择你想要打的顺序。今天就给大家演示这么多吧，原理就是这样。我量出来这个距离就是在3440乘1440这种34寸的显示器上，前提是游戏要用1920乘1080的分辨率的窗口模式。那这样就是开一个额外的窗口，鼠标大概就是在屏幕边缘的位置，就可以在2个平台，2个大的平台区域之间横向切换或者过渡，这样就可以省很多时间。好，谢谢观看。